我看有弹幕表示啊，这个贾跃亭的法拉第延迟交车不算新闻啊，啥时候他真交付了，那才算新闻。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一周盘点。科技圈里的好人好事非常的多啊，咱们逐一来看一看本周又发生了什么。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啊，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啊；如果觉得主播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事物打在弹幕上。咱们下面开始。iPhone 15的高清渲染图到底什么样子？来看我们的爆料。根据过去几周的汇总消息显示呢 ，iPhone 当然还是保持着挖孔。要不然那么多上了灵动岛的应用啊，那就白开发了。除此之外呢，在几个月前啊，被广泛传播的可能会造成大圆润外观啊，就是类似 iPhone 11的那个外观。目前来看呢，应该是不会了，因为从最新的 CAD 的渲染图来看呢，采用的还是类似 iPhone 12、13、14的这种硬朗外观。而且呢，这其中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细节啊，比如说在按键的部分。我们知道呢，目前的 iPhone 呢是单侧电源，另外一侧呢是音量键分体式的。但是从最新的渲染图，你可以看到它们呢都变成了联合在一体的，和之前的外观呢是有所不同。我们再来看一下拆解图片，根据外媒带来的核心元部件，也就是电源线和音量按键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节。首先，在上方原来的拨盘按键啊，现在变成了单独的按键，向里边来按。然后分体式的音量按键变成了一体式的音量按键啊，类似这个样子。但是啊，其实这个部分呢和我们之前广泛传播的爆料又有所不同啊。之前是说呢，这个地方会变成固态按键啊，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这种机械开关，你点按它的时候呢会给你一个反馈，而不是这种机械弹簧式的。等于说呢，现在它仍旧是这种机械式的按键啊，并不是固态按键。仅仅是把这个按键呢连接在了一起，改了啊，但是没完全改。那这个机械按键和固态按键有什么差别呢？啊，差别就在这个机械按键旁边是有一圈缝的，可能会落灰啊，对于强迫症同学来说不太友好。之前看了爆料的很多同学表示说，那你这还不如上这固态按键呢，我这就是吧没有灰啊，好擦。你现在又变成了机械按键，这是怎么回事？主播是不是在逗我玩啊？并不是啊，并不是，你。先把这个按键呢从2个分体式的给你改成一个啊，这就已经是重大更新了啊。其他的更新后边再说，要不然你 iPhone 16更新什么呢？来吧，同学们啊，对于本次 iPhone 15的这些重大更新，满分100分，你对它的创新点满意吗？看一看你给它打多少分呢？本周小米13大旗舰会带来哪些惊喜？先来看渲染图啊，那这里就是小米13 Ultra 啊，也就是今年小米最重磅的旗舰机型的高清渲染图，也是来自知名的爆料人 OnLeaks。从多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细节，包括双曲面的屏幕啊，包括凸起的摄像头，以及后边一大片啊凸起的样子，那确实和目前大多数的手机有所不同。来吧，同学们看一下满分100分，对于它的第一印象你打几分呢？从侧边来看啊，这个凸起的幅度可是不小，而且呢，本身机身好像也不是特别的薄，机身不薄之外啊，上面又有凸起，在凸起之外呢，再有镜头的凸起。不过呢，总体来说啊，这黑白搭配在一起啊，个人觉得颜值还是不错的。这是谁？这是谁放的图片？这是把它拉出去。除此之外呢，小米官方还宣布了不少的样张的海报。啊，比如这一张啊，值得关注。4月18号将会带来这样一个神奇的外观。一开始啊，还会有观众有疑问啊，说你这难道是小米要发相机吗？啊，并不是啊。如果我们经过图片处理，你会发现我们在图像处理软件里边把亮度拉到超高，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确实很神奇的外观。这确实它就像是一个相机，对不对？那可能就会有年轻观众表示了，哎，这个外观好像有点独创性，是吧？我也觉得它确实有很多的独创性啊。大家觉得这个创意满分100，你打几分呢？啊，看到不少人打出了很高的分数啊，也期待一下，这又是谁放的图片？是谁放的图片？给我拉出去啊！不开玩笑啊，下一个。那这次的话呢，重点当然是在影像的部分。小米表示呢，斜光前行，难道是要找奥特曼来做代言吗？本次的话呢，影像战略合作伙伴当然是徕卡。玩笑归玩笑啊，还是期待小米这一次呢，能够把自己在去年 12S Ultra 上面很好的一个影像表现，在今年进行一个更大的升级。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啊，发布会之后为你第一时间带来上手体验的内容。除了小米13 Ultra 这个大杯旗舰之外啊，本次发布会还有其他的重要卖点，一起来看。首先就是小米 Pad 6啊，也就是平板电脑这一块。那么这次的平板电脑呢，会有2款处理器，一个是骁龙870，一个是骁龙8 Plus。哎呀，不得不说啊，这870距今上市这2-3年的时间了啊，算得上是一代神优。到2023年啊，仍旧有主力产品会使用870处理器。很多同学久等了的小米平板6的话呢，也会到来。你瞅这外观，
这根本就是小米13的外观的镜头啊，抠下来直接贴到平板电脑上了。你要把 logo 去掉，我还以为是 Surface 呢。之前一直给咱们节目留言表示说小米平板5啊，忍着一直没买的同学，那现在就可以准备钱了。来吧，同学们，大家预测一下啊，小米平板6它的起售价最低是多少钱的？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除了小米手机和小米平板之外啊，本次还有小米手环8。有一说一啊，一看这个外观还真的是挺漂亮的，特别是这个环形的表带，大家给它第一印象打一个分数吧，满分100，对于小米手环8你打几分呢？我们首先明确啊，目前全球销量可以说排在前2位的，甚至就是第1位的，就是小米的手环。凭借超低的价位啊和较高的颜值以及丰富的功能，在过去这些年呢，毫无疑问，小米手环啊是小米系所有产品当中可以说是最成功的。而这一代呢又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啊，除了作为手环之外，还可以作为项链。但是呢，你仔细看的话啊，它边框的这个位置和标准的手环的样子又有所不同。我们推测呢，应该是在边框这个位置是一个可变的环形的装置，也就是说，它既能搭载双侧的表带，又能搭载单侧的表环，变成挂饰的样子。看起来这次小米它不玩性能了，开始玩时尚了，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高情商的说，小米手环迎来了时尚新生。低情商的说，是不是硬件上没啥变化呀？瞎说什么大实话？有的人说你是故意黑小米啊，并不是啊，咱们仔细放大一下，你看这张图，如果把这个地方的亮度调亮，你会发现它下边的宽度好像还是有点宽，它并不是完完全全对称的。那应该说呢，屏幕方面也许和之前的小米手环7变化可能没那么大，不过总体来说呢，进军时尚领域应该会获得更好的一个市场表现。来问大家一下你们觉得今年的小米手环8它的前景如何？它卖的会比之前更好吗？会更好打1不会更好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小米手环8的外观颜值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特别是这个可变的外观百变的外观，应该可以给一个不错的分数。这谁放图片？这是谁放的图片？给我拉出去！不要误会这个友商来串门。除了小米手环8呢，在几乎就是同一天24小时之内只不过一个是前24小时，一个是后24小时。在4月17号呢，华为会提前发布华为手环8。最后同学们给小米手环8估一个价格吧，你觉得它的起售价格是多少钱？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来看华为那本期呢，华为推出的 Mate 50 Pro在过去的这大半年的时间里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表现。它的上市价格呢是7499元黑色的512G 版本。这款产品实话实说除了没有5G 之外其他方面都是表现的比较不错。那一直有同学留言说，我就想要华为的5G 手机怎么办那咱们可以看一看之前的产品，华为的 Mate 40，当时呢也是8+512最高配的版本呢7999元。上市日期呢是在2020年的10月份，21、22、23那距今上市呢已经有2年半的时间。大家可以猜测一下，最新的 Mate 40 Pro 7999元，经过2年半的时间到现在，它会价格变成多少钱？大家可以猜一猜打在弹幕上。好，我们来公布答案。这是咱们上个月刚刚给大家报道的某东的100亿补贴第三方商家给出的价格7405元，华为 Mate 40 Pro。配置方面呢，8+512 5G 版本，2年半之前7999元，2年半之后7405元而且这还是无充版，就是没有充电器，相比较2年之前更加的环保了。当然要说明这是第三方商家加100亿补贴。经过2年半的时间从7999到7405保值率除一下，高达92%。以前咱们经常说这个 iPhone 保值苹果保值，在 Mate 40面前，苹果也得靠边站。当然有同学说你这它就是挂这么一个，根本不可能有人买并不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销量方面，好评度呢高达96%，2月末4月初都有人购买，并且给出好评。最后来问大家一下，一边是7499 Mate 50没有 5G， 一边是7405 Mate 40有 5G， 是你的话会选择哪一个呢？华为为什么深夜发文言辞拒绝？来看顶桥相关的消息。说起顶桥就是 TD Tech， 相信数码圈的同学应该不太陌生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社会新闻面应该也不陌生。为什么？如果我们在 B 站去搜索华为加顶桥的字样能够看到大量的相关的视频比如说知名的频道1818黄金眼就经常报道华为店里买顶桥，几乎每个月报一次2月份报一次3月份报一次，包括各大电视台也经常在报华为和顶桥相关的消息。
那来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华为和顶桥之间啊到底有没有关系呢？觉得有关系打一个1啊，觉得没关系打一个2，说不清楚打一个3，看一下同学们弹幕。那关于他们之间的消息呢，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评论啊，网上的评价也是莫衷一是，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啊。但是啊，本周有一条消息呢，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多家媒体报道啊，重大突发啊，华为深夜发文紧急回应。坚决反对某公司去收购顶桥，这什么情况呢？啊，简单说啊，就是顶桥它当然是做手机的。那顶桥这家公司啊，它有2大股东啊，其中大股东呢是诺基亚，占比51%，二股东就是华为了，占比49%。那现在呢，有一家叫做东方材料的上市公司要收购诺基亚的股份啊，如果收购成功啊，那它就成了顶桥的大股东啊，占比51%。华为表示坚决反对啊，不行。突然看这张图啊，你什么档次啊？跟我做一个多啊！当然，这个表情包和这个新闻没什么关系啊，大家就理解一下。那大家觉得这家叫什么东方材料的公司能收购成功吗？觉得能成功打1啊，觉得不能成功打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啊，看弹幕表示有同学说，成不成功得看你出多少钱。最新消息显示啊，也是出资几十亿啊。诺基亚表示我想卖，东方材料说我想买，华为表示。我看你这是典型的癞蛤蟆想吃烧鸡，知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捆绑它不成对象啊？那这件事情的后续呢，也是很明显，在被华为严词拒绝之后啊，股价呢是一路跌跌不休啊，连跌3天，3个跌停板。是别的啊，我这还没买呢，我这怎么这样呢？顶桥表示正在积极沟通啊，但目前来说的话呢，估计够呛。从外界的分析来看啊，这个诺基亚占有公司51%的股份，所以呢，顶桥啊目前还没有受到什么阿美利卡那边的制裁。不少分析师表示，一旦说这个顶桥的诺基亚股份啊被东方材料收购了，那整个顶桥的2大股东就全都是中资企业。那个时候阿美利卡要是整你，那可就没什么理由了。马斯克的推特啊，到底有多少人在摸鱼呢？来看答案啊。马斯克呢最新表示啊，公司8000员工砍到了1500，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这啥意思啊？就是这6500人有和没有啊，没啥差别。作为一家世界级的大企业啊，剩下这1500人呢就足以运营。看起来啊，这大公司裁掉80%的人不算事儿。好啊，弹幕表示说收支平衡，那这个推特靠什么盈利啊？其实也很简单嘛。推特啊，社交媒体它也是媒体，靠的就是广告。来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哪些企业啊，比如说手机企业啊，哪些手机企业会在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上面去打广告呢？很多同学说这肯定是 OPPO 啊，要不就是 vivo。那大家觉得哪些手机企业基本不打广告呢？啊，这很统一啊，大多数弹幕都表示说，那肯定是苹果了。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马斯克给出的官方消息。马斯克表示啊，苹果和迪士尼是最大的广告主。实际上呢，在马斯克接手推特之后啊，因为这个政策比较激进，原来1000名广告主里面啊，前1000名有500人都不再投了，大家都不投广告，这营收自然下降啊。但是别人不投可以，苹果和迪士尼却一直在投广告，成为最大的推特金主。谁说苹果不投广告了？上期节目呢，咱们给大家报道了，因为推特现在收入下降啊，所以呢，马斯克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要求所有认证账号，什么蓝 V 啦，每个月交1000块钱，不是给你发1000美元，是让你交1000美元。有很多呀大号蓝 V 表示不要啊，我们不给你钱。马斯克当时就把他蓝 V 给他嘎掉了，而且还表示啊，他们那个新闻根本就没人看。哎呀，你说你要从这个大 V 上面挣点钱啊，这个推特也是挺不容易。来吧，同学们，问大家一下啊，如果你是马斯克，有什么办法能从这些大 V 的地方搞钱？大家可以把你的办法打在弹幕上。来啊，咱们看一下同学们的方案啊，其实也很简单嘛，学习一下咱们先进的经验，咱们就把一些大 V 的名字啊拿出来拍卖啊，不一定是他家啊，可能是别的时报啊，约纽时报，凭什么叫你叫约纽时报？咱也别一个月1000美元了，对吧？咱们简单一点，大家来竞价，谁出的钱高，谁就获得时报的名字，这营收不就上来了吗？还有同学表示啊，那就毕竟这些大 V 的名字是有限的，你全都卖完了，那又收不着钱了吗？你死心眼儿呢你啊！我不说了吗？学习一下咱们先进的经验，你这名字虽然有限，但是想用这个名字的人是无限的。主播再传授你一条先进经验啊，大家都可以叫这个名字。只要你交钱，我们也都把你给加上蓝 V， 但是谁交的钱多啊，谁的蓝 V 排在前边，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所以这个马斯克呀，这挣钱你学着点。好啊，当然这个都是开玩笑啊。实际上马斯克呢，他还是比较有节操的啊。他想了一个新主意，他觉得啊，像这个蓝 V 收钱呢，确实有点收不上来。那马斯克的最新办法非常简单啊，既然蓝 V 这个钱收不上来啊，各家蓝 V 啊
这个经济条件不好啊，这收入下降啊，每个月$1000他交不起，那怎么办？马斯克想法，那咱就向观众收钱吧。最新方案是推特上线付费订阅啊，这大家不陌生啊，就是现在呢，不管你是长图文还是长视频，这个推特博主写完了之后啊，观众交钱才能看。这不变成了 OnlyFans 了吗？有观众表示，主播你懂挺多呀，不是我也是听你们弹幕说的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意思啊。这推特改名是不是改名叫 Twitter Fans 或者叫 Only Twitter？ 以后啊，这博主们啊就可以写小长文赚钱了。各大新闻媒体啊，一大堆长篇的标题报道啊，说马斯克公告了推特最新变现方式，长文本、长视频吸引订阅，未来长时间将不收佣金。你说这个新闻标题这么长，谁看得懂啊？个人建议啊，你就给推特这个新闻啊4个字总结啊，推特卖片儿。来问大家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全球拥有 5G 专利最多的4大巨头，他们分别是谁呢？一会儿咱们公布答案。来看一下最新的全球芯片营收占比啊，毫无疑问啊，排名第一的高通。然后是苹果啊，还有联发科啊，三星，还有咱们国内的。那这个大家都很了解嘛。那目前的高通的骁龙系列处理器那是一骑绝尘。哎，对，我听说好像最近好多地方表示不叫一骑绝尘了，应该叫一骑绝尘。那不知道大家正在看节目同学，你们那边叫骑啊，还是叫骑啊？觉得叫骑打个1平常叫骑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跑题了，回来啊。这个说是高通芯片虽然非常的赚钱啊，但其实呢，它的利润并不高啊，就是卖的多啊，营收不高。那高通到底靠什么赚钱呢？答案是靠专利。高通每年营收的当中呢，有非常大的比率是来自专利授权费。果然啊，做实业不赚钱。那么高通呢，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多个国家针对手机企业去收高额的专利费。那结果呢，就是最新消息啊，韩国决定罚高通1万亿韩元啊，让你滥整专利费啊。这个1万亿韩元是多少钱呢？大概就是52亿人民币。大家觉得这个罚的是多了还是少了？罚款多和少啊，那得是看相对来说啊。我们一起来瞧一下2018年那个时候的一个报道。2018年啊，专利收入呢是51亿，那现在肯定更高了。刚才咱说了啊，韩国罚了高通52亿，那高通呢一年的专利收入呢也是50多亿，这基本上就和韩国罚的差不多是吧？低情商的说法，这个罚款啊，整整罚走了高通1年的收入。高情商的说法，只罚了1年啊，明年还可以继续收专利费。当然啊，我这是乐观的说法啊，因为高通的收入这是51亿美元，韩国罚的呢那是52亿人民币。刚才啊，我们一直看到弹幕表示啊，你这韩国罚了高通这么多钱，咱们也能不能，是不是？咱们可不可以也罚一罚啊？毕竟咱们中国手机市场这是全球最大的。看起来这是咱们的新观众啊，老观众应该记得咱们之前曾经非常详细的介绍过，早在2015年啊，咱们国家就对高通罚了60亿。好了啊，回到开头的话题，全球4大专利巨头，他们分别是谁呢？我们公布答案，美国1家，中国1家，欧洲2家啊，一共4家。美国当然是高通啊，中国当然是华为，欧洲2家分别是芬兰诺基亚、瑞典爱立信。当然这里边高通最多是吧？那每一年呢都有大概100-200亿美元的专利授权收入啊，还是相当高的。这张图表大家可以存一下啊，怎么样？是不是看我们的科学表扬节目啊，不光能够收获快乐，还能收获一些没用的知识？他们现在收的是5G 专利费啊，咱们要早点准备，未来收个6、7、8G， 是不是就能躺着收钱了？有同学表示啊，这成天老看高通这个收这个钱收那个钱，还老罚款，也没看诺基亚、爱立信有什么动作呀？啊，咱们看一下诺基亚这边啊，诺基亚起诉 vivo， 要求其在德国禁售。还不止呢啊，我看去年的新闻啊，诺基亚呢起诉 OPPO， 要求禁售。所以你说这个中国企业要想出海是多不容易，是吧？你要专利数量不够啊，那对不起啊，在各个国家人家都不让你卖。那有同学说，那我多申请专利不就完了？多申请专利，像华为似的，那对不起，那不能让你卖，是吧？反正管你有没有专利呢，就是不让你卖。比亚迪啊，大家不陌生了啊，王朝系列、秦汉、唐宋元啊，这个系列是人气颇高。刚开始看这个系列，我还有点担心，我说这个古代这个朝代这个名称，它毕竟是有限的啊，数得过来。以后呢，车型越来越多，那该怎么命名呢？啊，问问大家啊，大家觉得有什么办法啊？万一你说这秦汉唐宋元这都用完了啊，这其他朝代都用完了怎么办？看看大家的主意啊，可以啊。这不光是这些朝代啊，咱们还可以用别的嘛，还有三国嘛，魏蜀吴啊，比亚迪魏、比亚迪蜀、比亚迪吴。除了三国，还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比亚迪、齐楚燕韩赵魏齐不是都可以吗？
当然啊，事实证明咱们想多了啊，比亚迪想的和咱们不一样。它的这个名字是这样的啊，还是用现在这个名字宋啊，但是呢给你加了个 L 啊，李啊，宋李。比亚迪呢发布了全新的纯电 SUV 啊，宋李啊，不是宋 L 啊，宋 L。大家觉得宋李不是宋 L 这个名字怎么样啊？看起来啊，比亚迪打算啊，像苹果 iPhone 这种是吧？宋 Pro 啊，宋 Plus、宋 Pro Max、宋 Pro Max Plus Ultra S Mini。本月呢还有重点啊，还有4天上海车展，比亚迪就会带来高关注度机型仰望 U8。宣传的时候可是一直说100万超跑和100万越野啊，大家来猜个价格吧，你觉得它最终上市价格是多少钱呢？说起新能源和新势力啊，当然少不了我们贾总。上个月呢，我们就给大家报道了啊，贾跃亭的法拉第未来啊 FF91这个汽车表示将会在4月份就下线，4月末呢就交付。而在4月15号啊，法拉第呢就举办了第一辆汽车的下线仪式。来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在4月份啊，法拉第这台车能否最终交到消费者手中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觉得能打个1啊，觉得不可以打一个2。好，来看最新的消息啊，法拉第表示啊，这个我们第一辆车是下线了，但是呢，要交给用户啊，这4月底够呛了，因为啊，某些供应商这个交货延迟了啊，所以呢，我们也被迫整车也要延迟，大概1个月左右。5月份我们一定交车。我看有弹幕表示啊，这个贾跃亭的法拉第延迟交车不算新闻啊，啥时候他真交付了，那才算新闻。就你这个交车交不了啊，每个月都往后延迟1个月，这个事儿哈。我看这个标题啊，还有这个新闻呢，你就每个月发1次就完了，每一次呢就把这个日期改成下个月就可以了。最后呢，还是给啊法拉第未来一个真诚的建议啊 ，FF91是吧？你看这个名字，原本呢它可能是要91年之后才交付，现在才过了发布会的第9年，就有第一辆车下线了，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啊，不开玩笑啊，咱们举点这个正面的例子啊，给贾跃亭贾老板想想办法，如何能推广这辆车。比如说这个车真造出来了，想要在咱们国内卖啊，怎么样能卖得好？咱就把口号改一改，不是下周回国了，而是下周开回国，对吧？贾老板开着 FF91啊，从美国开回中国，你放心，从质量啊到眼球到宣传力度全都拉满。贾跃亭表示，下周来上班，下周。科技圈很善良啊，主播挨个来表扬。大家觉得本周这些企业哪一家最值得表扬？可以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啊，赶紧关注一下我们，要不然啊，大概率下周你就看不到我们了。我是大爷，这里是科技美学，咱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又到了上电视的时间。上周咱们讨论了明星用微博产生的一些争议，那来问大家一下，你在买手机的时候啊，会看明星代言吗？有同学弹幕表示啊，这代言人呢，就是代言用那个手机，但其实平时他是用 iPhone 的。这位同学表示呢，我买东西啊，从来不看代言人。我要是不买东西啊，那得看一看代言人了。来问大家一下啊，你比较不喜欢哪个代言人呢？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弹幕上啊。让广大商家也来避一避雷，只要是他代言的，我就不买。上周咱们还聊到啊，在微博上面可以看到明星使用手机的小尾巴型号，能不能够作为创收的途径？有同学表示啊，不同等级的 VIP 应该有不同权限，普通 VIP 可以看到手机型号 ，VIP 中 P 能看到有多少明星在用这个手机型号，等等等等啊，这创收不就来了吗？还有同学表示，你只要充 VIP 啊，就能隐藏你的手机型号啊，别人看不着。如果你充 SVIP， 就能查看那些隐藏了手机型号的 VIP 的手机型号是什么型号。各大产品经理，你们学会了吗？